Hello，大家好，我是君祥生，今天呢就来帮各位介绍一下英雄竞技场第21赛季的 Part 2队伍介绍。那这一次的话呢是加入了一个高文哦。那这里的话其实是这次原本是要拍那个启示录1通5的队伍哦，但是我想了一下，应该是好像蛮多人还是卡在妖精队，因为这一队他们不能解底 buff 啦。那妖精他们的强项就是在dot 伤害，那个触电啊跟出血，那个够这一顿难受了，因为没办法解底 buff，你又不能快速通关。那如果练度不够的玩家，我觉得栽在妖精队的那个部分的话，应该还是蛮多的。那我记得没错，应该还是蛮多人说还是妖精比较好用。那这一次的话呢，我也不用妖精了，就用比较特殊的队伍去教大家打中间这一路的部分。那妖精为什么不教？就是因为其实妖精要呈现部分要跟蛮多版本的。第一个就是伊莲恩哦，伊莲恩这只角色它是属于圣诞节限定角色，并不是很常出现在卡池，所以这只没有的话，基本上妖精队是完全没办法成型的，它是核心之一。那这里的话是光技能，刚好上一次 Cross If 角色池里面有复刻，但是呢，那个卡池出金的几率，出 SSR 几率特别低，所以我也不奢望大家如果没跟到光剑的时候，后面有办法歪到，应该特别的困难。这只角色应该也没有，虽然说光剑这只角色是可以先用蓝斯洛特取代，但是也是蛮看大家的账号练度的，还有星盘的部分。再来就是斯巴鲁哦，那斯巴鲁没跟到的话，妖精完全没办法玩，就这3只角色是比较核心一点哦，这样子。OK， 所以呢，这一次的话，中路的部分我会先用反击队去开路哦，用反击队去开路。那首先呢，等一下，就是蛮多人跟我说是愤怒啊，跟这次的忘却，我有没有介绍？我觉得不用，因为那2个队伍是比较好成型的，就不用特别去说明。那我这次要补充点就是在愤怒。我看留言还是蛮多人说还是会冰马林傲慢，那可能强哥搞错一个点，有没有可能他是冰最高 HP， 因为他的斗级比较高，所以要把最高的角色冰住。那大家的话呢，因为强哥自己是带攻爆啦，其他的人都带协防，所以马林奥班是没有被冰住的，个人是没有被冰住的，所以大家的话装备上的选配还是尽量先把这个超越班先把它拉高一点，把它 HP 拉高一点，应该就是会冰最高斗级去尝试看看，这个是我这次要补充的其中一个点。再的话就是中路哦，忘却的部分的话就不多说了，因为魔神队蛮好成型的，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来介绍混乱哦。那混乱的点的话，会推荐用 RK 队的反击队去打。我设一下哦。好，这里的话呢，就来介绍一下队伍。斯寇蒂的部分的话，第一个重点，麻烦大家如果最高神加护还没有练的话，斯寇蒂赶快练吧。反击伤害其实有差的，所以大家斯寇蒂还没有练这个进化那个真觉醒的话，就我会推荐用最高神的，因为那反击伤害是有差别的。剩下的话呢，就不用多说，就是用魔神王的加护就好了。因为剩下的话，我觉得就是辅助型啊，辅助那个斯寇蒂去打伤害而已。装备的部分的话，全部用血防，除了巴德尔，请你用6防加攻击部位用致命伤害的部分。因为我强哥是比较暴警天物啦，大家用那个 R 装就可以了，可以用那个金币去洗那个致命伤害的部分哦。因为我强哥是固定要用6防的，所以就用 SSR。如果你用这个的话，对巴德尔没有太大效，因为他的技能组全部都吃防御力系数哦。那为什么要洗爆伤？刚好2招反击是致命几率3倍，基本上都会暴击。只要有爆的话，那个暴击伤害洗高一点，伤害都很可观哦。然后是寇蒂的话呢，个人是用攻爆。应该是说最近环境来说的话，攻爆比较吃香，尤其是有在基础盾的情况下，那反击有机会先把盾打掉，接下来如果他有放第2张牌的话，才有机会把它反死。那你要用6爆也可以啦，因为这一次的目标就是前面2关而已，前面2关没有盾，就这样子赶快打过就可以了。OK， 那加关卡的部分的话，推荐选择神套，那这里打个神，那选择这个 4.5 周年纪念卡套，这样个 number 50。选择这一套去用 ，OK， 就直接进入实战了。那这一步的话，其实是有点妖精队怎么去打，就比较偏向对抗赛的玩法，其实有点算商业机密，但是我觉得这个打法应该是上位版都会了，所以我觉得也教给大家也没什么差啦。
交给大家也没什么差，就其实是有点商业机密啊，是没错啊。OK， 那这里的话爆伤其实是蛮看，我就有点看运气啊，有时候反的死那个向日下部，有时候反不死。像我，因为我拍就是我之前有试过啦，就有时候反的死，有时候反不死。OK， 这里的话呢，想办法双群伤就好了。想办法就收掉，然后是留一只光，那个光傲慢在中间就好了。这里其实是有一个打法，不应该这样子，只是我强哥想打快一点，强哥是想要打快一点，所以才用这样子打。其实是应该用那个单体去打光斑，不要让打光那个打这只光傲慢，不要让他那么快有这个火焰出来，因为现在反击去打的话，光傲慢他血量他是看他使用技能前的血量，并不是看被反击之后的血量去做个输出的，不像我刚刚被烧太多血了，就尽量去打就好了，让这两只比较没有什么生存位置，去吸个血，这样子。应该也吸的不错吧，看起来。OK， 吸的还行，吸的还行。那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在这个塞利欧斯这一队。那这一队的话，为什么我会选择用巴德？就是要想办法把那个巴伦蒂的复活马上打出来哦。如果练度够的话，有机会就是斯寇蒂的一个反击就把这个复活打出来了。但是如果练度不够的话，可能就是要再带一只巴德尔。因为他要先放感染，你看差一点就把他打出来了。如果星盘再高一点就可以了。那巴德尔再反击就会把他打死，打出复活。那接下来陆可欣呢，第二回合放牌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斯寇蒂把他打死了，就不用再让他受到一次伤害后才会死。好，这里的话呢，如果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如果你刚刚进场来到了第二个队伍的话，最低 HP 如果是其他支的话，那你可以放双反击。那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巴德尔是最低 HP 的话，那我会推荐你直接放4扣地的反击就好，然后放赫尔的双群伤。这个是两个方法这样子去打。那既然巴德尔不会被晕眩的话，就不会浪费他的反击效果，就可以直接打就好了。好，这里陆可欣应该会被打死，对，反击打死。看有没有机会用巴德尔的反击打出来啊，差一点不够，可惜了。好，这里的话呢，运气差一点的地方就是在刚好全部对应到单体技能封锁，没关系，这里就击必杀。不然的话，这里有一个 SOP， 就是如果是寇蒂是没有被封这个单体技能的话，要用单体技能去把那个斯伯纳克的攻击封起来，因为斯伯纳克的2招全部都是群体技能，那这一只斯寇蒂的它的效果刚好是封群体技能，就蛮好打了。好，这里的话呢，就直接如果你没有必杀技的话，就是先开斯寇蒂的单体去封他攻，那如果有的话就直接开就好了，要大力打过去就好了。那这也是伯纳克是有红大海的，所以大家在打的时候尽量不要一只角色攻击他2次哦。好，再来的话呢，这一队的使命就结束了，我们就马上切下一队。那下一队的话就比较偏向对抗赛的队伍了，就好吧，就交给大家吧。其实会不会用是其次啦，我觉得就是能打过都好，就还是思考后还是交给大家。那这里的话呢，会用到的角色是连梨花。那连梨花的话，上位版基本上每个人都必备一个连梨花，没有的话就很难打上位的对抗赛一些队伍哦。好，然后呢，等一下要告诉大家这一队的用意是在哪里啊？跑去哪了？黄古达，对。好，
那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队哦，这一队会讲比较久一点点，就是在呢第一个环古达，为什么要带环古达？因为这只角色呢会让 AI 的出牌的顺序会改变，为什么？因为这个机动性的关系哦。那上一次因为机动性的关系，官方 AI 整个乱掉，为了让这个机动性回避效果能快速的一个稳定性放牌，官方的 call 里面有一个比较遇到这个机动性有一个特别的放牌几率，所以只要有这个机动性在的话，就会打乱对面的出牌，这个是环古打的用意哦。那这个是算一个比较小小的细节，那也是这个游戏的机制效果，就比较特殊啦，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这个莱茵哈鲁特不用多说，上一次 R10有跟到的话，基本上都有。大家也不一定要抽，反正它就是免费送的，要的就是它有机会免死一次，要的就是这个而已。那5周年傲慢的话呢，我要的是什么？是要它这个火焰哦，就是这个灼热的火焰，那个回复那个就是对面回合结束的时候还会烧剩余 HP 50%，反正在对面回合打死我们的马奥，到我们的回合就会烧了，OK， 那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在这个燃烧的太阳可以给队友的最大 HP 最佳伤害40%。那雷利花要注意哦，它的部分的话就是要靠这个反射伤害去打那个火焰之盾。那这个装备部分的话呢，请你把防御部分全部都拔掉了，只要留 HP 的部分，一定要留 HP 跟攻击力的部分哦。等一下会提到。然后有时装的玩家呢，防御力部位也全部拔掉，那甚至生物也都拔掉，不登录哦，不登录的话。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5周年傲慢，请你把装备全部脱了，要让它变成最低 HP，因为接下来呢，它就是要先赶快死掉之后上那个太阳给大家跟烧对面剩余 HP 的部分。那加工卡部分的话呢，就全部拔掉，全部拔掉就好了。反正呢，就是要让连梨花受到攻击最大化的部分。那反正呢，5周年傲慢要最低 HP，剩下的话都没差。剩下的话就是连梨花要第二个低的啦，这个要最低，这个要第二低，剩下2个不能太低这样子。OK， 直接进入实战。那原本的放牌方式，官方也会你们看一下，因为会有那个环古打在，所以放牌不太一样了。原本是斯巴鲁的那个什么弱点伤害会放啊，所以会变成是乱了，有看到吗？整个乱了。原本是斯巴鲁的群伤弱点会先放，但是没有。OK， 这里你看它乱掉了，这里也没差哦，反正就去烧就好了。这里移牌就好，不要攻击。好，烧对面。好，接下来的话呢，应该是有机会看那个斯巴鲁会不会开那个弱点。好，没有。那艾米莉亚应该也会被弹死哦。哦，对，弹死一只。反正整个牌都乱套了，只要被弹死的话呢，那个层数就不会扣。好，这个单体又打下来了。好，斯巴鲁也被弹死了。那这一队的话就已经达成他们的重点效果了。有发现到很恐怖啊，这个就是上位版一个蛮特殊的一个队伍，就分享给大家吧。然后呢，刚刚好有这一个燃烧的太阳，那燃烧的太阳的话呢，就可以去扣对面的最大 HP 的最佳伤害。那它是打下面这个挂号的数值的40%，看一下。那大家可以去打最低 HP 的伊莲安，尽量赶快把它打死啊。好，死一只。那基本上为什么斯巴鲁你会发现到为什么它没有灯火没有触发哦？那灯火没触发就是因为它是被反射打死的，这是这个游戏里面一个蛮大的机制，就是只要被反射打死的话，那复活就不会触发，这个是一个小机制在。OK， 好，再来的话就没这队的事了，大家就可以切其他队伍了，其实这队其实是上一周那个就要拿出来跟大家说，只是妖精可以1通5，我就没特别说了。这里的话就切我们的骑士路的队伍上来打，直接切我们的骑士路的队伍上来打，这样子。哦，顺序的部分大家看强哥的这样子就好了。好，那个崔斯坦要在
蓝斯的前面，支援技能要用崔斯坦的。那加工卡的话呢，打什么东西？如果你们有拿到这一次的加工卡套，就这个6.5周年的纪念卡套。那如果没有的话，就用这个启示录的周年卡套就好了。强哥就是尽量用活动还没有的装备全员血防，装备全员血防就可以了。因为这次有活动加成，也不用太难。这里就打快一点，因为影片长有点长啦。那重点就是在妖精那一队是一个蛮特殊的队伍，对抗上蛮常用到，但是。我觉得好像蛮多人会卡在混乱的，我还是教大家怎么打啦。其实那一堆不应该直接这样子教了。好，这里的话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重点，因为这个效果已经审判之光也打出来了啦，那开资源技能后又有这个微光，所以直接高稳，直接群伤这样子打就好了。OK， 就会剩一只陈振宇。好，直接进入到魔神王那一关。接下来的话，这一队都好打，只是光怕让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就是在他居然还是要受到最大 HP 30%才会触发回血，整体来说比伊莲恩还要难用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玩起来没有妖精队那么好，就是英雄竞技场用这队原本想说可以很稳定通关，结果还是没有比妖精队好用的地方，就是因为在这个回复能力要受到最大 HP 30%以上才会回血，这个其实蛮难用的，我觉得啦。你看像这里都没触发哦，也没触发，又没触发回血，所以整体来说光怕好像没有那么实用，跟印象中的没那么好用这样子。好。这里的话，高文群伤去破盾，然后崔斯坦去瞄魔神网就好，单体。OK， 那接下来这两只就没难度了，剩下两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打法还是一样，就只差别于第一队的马林傲慢会被冰冻的问题，就告诉大家其实是能尝试看看能不能拉高斗级，其他旁边的斗级，不要让马林傲慢变最高斗级去做个解决哦。OK， 那就是中间这一路不使用妖精队的队伍通关方式，会用到3队，虽然比较麻烦一点，但是还是能通关的。就这一队推荐给大家。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影片所有介绍啦，我是君强生，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